我叫叶小鱼，一出生就自带神级第六感，谁想干什么，下一秒会发生什么，我早就提前预判了。你的下一个动作，老娘早就看腻了。你丫的，就这点下三滥的包戏，也想断了我的连胜神话？不要迷恋姐，姐只是个传说。叶小鱼，他简直是跳舞机霸主，1个月了没有一个 miss， 然后他 PK 的人就等着输钱吧。搞定。小鱼，别玩了，快跟我去医院！你姐姐轻易的中毒哮喘又犯咳血，止不住啊！妈，你别慌，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必须要买那种2万块钱一盒的进口特效药才能保命。咱家你爹刚下岗，妈当保洁1个月才几百块，哪里拿得出2万块啊？你爹都要去借高利贷了，2万块！造孽呀！都是我没用啊！我去给高利贷当牛做马，也要把清风的药钱换回来，2万块呀！这要了我的老命了！爹妈，你们谁也不准去作死！火星家族的人从不认输。小鱼，妈今天在城里那家姓沈的豪门大宅擦地笔，听管家说他们家弹钢琴的大少爷聋了，天天不吃不喝作死，沈老爷急疯了，要重金砸2万块招一个能治得住少爷的女佣。2万块！妈，这活我去，管他豪门大少还是聋子，这2万块钱我拿定了，青舞姐姐的命我来续。小鱼啊，你可要想好了，沈家的少爷自从失聪之后，脾气不是一般的差，普通人没点特异功能真止不住他。妈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可不是普通人。妈，这世界上还没有我叶小鱼躲不过的祸，摸不透的人。莫白，你把门打开！你亲生妈妈要是看到你现在这副作死的样子，她在9泉之下怎么安心啊？车祸带走了她，难道你还要把自己的命也赔进去吗？老爷，您别气坏了身子。莫白这孩子自从车祸失聪之后性情大变，根本不把我这个当妈的放在眼里。我辛辛苦苦熬的药，他连看都不看就砸了。我看他就是存心跟我们过不去。你们都给我听着，谁能进去把药给我这个儿子灌下去，让他吃一口饭，这2万块钱和这部手机立刻当场拿走。2万块，这不就是姐姐的救命药钱吗？还有那个诺比亚，搞定他，老娘就是全镇最靓的仔。沈老爷，把药给我，就是天王老子在里面，我也能把这药给他灌下去。哪里来的非主流，这么大口气？按照沈墨白现在作死的劲儿，老头子肯定会彻底对他失望，到时候所有家产就是我的了。姑娘，你真的可以吗？墨白现在的状态不是一般的差，姑娘你可要当心啊。要当心的应该是他。上上下下 BBA， 得罪了沈少爷，老娘的姐姐等着救命，你的脾气今天必须给我憋回去。滚出去！一个再也听不到钢琴声音的废人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别拿这些猪食来恶心我！什么高雅天才，依我看就是吃饱了撑的。不给你整点硬核的，你真当火星家族吃素的？你还想踹我？滚开！你这个非主流，不准碰我！少啰嗦，多喝点老爷亲手煮的汤。啊，烫吗？你叫什么？你不是说烫我帮你吹吹还不行啊？我吃，不要喂我了，我自己吃。你不下去我怎么吃？我都。小样！这丫头片子还真能让沈墨白吃下东西。叶姑娘，你真乃神人，墨白他没把你怎么样吧？没有啊，乖得很啊。老爷，我刚刚听屋里这动静，怕不是叶姑娘动用了武力，墨白不会受伤吧？沈老爷，我打！做了那么久，还不该打吗？叶姑娘，从今往后，我愿意聘用你贴身照顾墨白。他要是给你委屈受，你要打要骂怎么着都成。只是千万别让他做出傻事来啊！
贴身照顾他？叶姑娘，只要你愿意，我给你开每个月10万块钱，还给你单独一间房，吃喝用度我沈家绝对少不了你的。老爷，我和曼丽求求你了，这么多批人来试，没有一个不被吓走的。你是第一个能让他吃下东西的人啊！每个月10万块，这样不仅姐姐的病不用愁了，说不定我还能把镇上的跳舞机都包进来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啊！行，我答应了。谢谢你啊，沈姑娘。沈老爷，您放心，我多的是办法照顾他。该死的，我的计划千万不能泡汤！妈，这是2万块，青舞姐姐的药钱齐了，赶紧送去医院。小鱼，那个大少爷耳聋听不见，脾气怪得很，受了委屈就回家。放心吧，妈，沈老爷一个月给10万，别说伺候个脾气臭的，就算是个炸弹我也能拆了。等拿到工资，高低得在房间里摆一台街机跳舞梯，天天嗨，震晕隔壁那个傲娇大少。滚出去！我不需要任何人可怜。沈家给你多少钱，我给你双倍，立刻消失！滚！嫌老娘折腾，我看你就是太缺乏社会的毒打。你这个疯女人，你在我手上绑了什么？解开！大少爷，省点力气吧。沈老爷说了，24小时贴身照顾，从现在开始，咱俩锁死了。上厕所你也得带着我。转过去，不准看！你有没有羞耻心？拜托，大少爷，我闭着眼睛呢。再说了，你1没腹肌，2没线条，跟个白条鸡有什么区别？谁稀罕看你？大少爷，跟老娘玩偷袭，你还嫩点。洗完了没有？洗完赶紧出来给我吃晚饭喝药。别死撑了，乖乖把饭吃了。哼，小样，在老娘的物理绑定大法面前，还不是得乖乖听话。好你个叶小鱼，趁着老爷不在家，连老爷最喜欢的花瓶都敢砸！来人，把这个手脚不干净的丫头给我轰出去！王曼丽，你别在我的地方发疯。莫白，小妈这可是为你着想，这种粗鄙的女人留在你身边就是祸害。眼红老娘留下就玩这招，这点宅斗段位还不够我们电玩厅的小学生看。动作麻利点儿，把花瓶砸碎，就说是叶小鱼那个野丫头打碎的。你居然敢偷录音，这算什么证据？指定是你合成的。大喇叭无凭无据，那现场抓赃总算数吧？这位小姐姐，你右边口袋里揣着的瓷器尖角，再不扔可就扎到大腿了。神级第6感精确预判，小样，跟我玩连环栽赃？豪门小妈又怎样？在老娘的绝对预判面前，还不是照样吃瘪？咱们来日方长。看在你最近乖乖吃饭喝药的份上，松绑。大少爷，天天对嘴型太累，今天开始学手语。嫌老娘手语丑？行，以后有你求我的时候。滚出去！高雅，高雅能当饭吃吗？你听不到声音，但老娘的第6感能看到你每个音符里的绝望。你在害怕，你怕自己变成一个一文不值的聋子。傲慢大少爷的痛脚终于被老娘踩中了，想自暴自弃，老娘偏要把你拉回人间。亲爱的，你看的不是沈大天才吗？现在居然沦落到要个满头粉毛的非主流来伺候了，真是笑死人。哼，天才变废人，可不就只配和不入流的人待在一起，
聋子嘛，活着也是浪费资源。长得人模狗样，嘴倒像是没把门。敢在这儿消防老娘罩着的人，今天高低给你长点记性。你这个疯子，你干什么？天啊，亲爱的，你没事吧？保安，快把这个没有教养的女人轰出去！不好意思啊，高先生，手滑。不过正好，红酒配白西装，挺衬你这花孔雀的气质。大少爷，这儿空气不好，咱们回屋。神级第六感告诉我，这种心胸狭隘的小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一会儿肯定还得作妖。沈墨白，看看你现在的烂样，你现在连条狗都不如，聋子还想弹钢琴，你这辈子都彻底废了，识相的就滚出古典界。杀人还有诛心，当着老娘的面欺负沈墨白，金奖钢琴家是吧？今天老娘要是不把你这开屏孔雀的毛拔光，我就不叫叶小鱼。你这个疯女人，你竟敢打我！住手！吵吵闹闹的，究竟出什么事了？沈伯伯，你找的这个佣工简直是个没有教养的疯子，他竟然在沈家大厅公然殴打宾客！沈老爷，您来的正好。这位高金奖明知大少爷听不见，还故意弹曲子仇富，甚至凑到大爷耳边辱骂他是聋子是废人，骂他连条狗都不如。他用这么恶毒的话连环羞辱大少爷，还要继续逼近大少爷进行人身公然侮辱。我这是为了保护大少爷才正当防卫，把这个嘴贱的家伙扇飞的。高准，我念在你父亲的面子上，待你为座上宾，你竟然敢在我的地盘如此侮辱我的儿子！来人，把高准给我轰出沈家！以后沈氏的所有项目，休想再跟高家有一丁点合作。跟老娘玩连环羞辱，沈老爷这一招重拳出击，直接送你回老家。沈墨白，你少在这装缩头乌龟！3天后就是国际顶尖钢琴大赛，如果你不敢来，就承认自己是个聋子废人，永远滚出钢琴界！墨白，你开门啊！高准的话你别往心里去，别做傻事儿啊！搞定！滚出去！连你也来看我的笑话吗？我听不见了，我是一个连琴声都听不到的童子！我拿什么去比赛？我就是个废人。大少爷，你给老娘听好了，聋了又怎样？你之前的20多年不是白活的，那些音符早就刻在你的骨子里，留在你的血里了。别人弹琴用耳朵，你弹琴用命。3天后的比赛，老娘亲自陪你去。有老娘在，你就算听不见，也一样是台上的无冕之王。古典暴君又怎样？在老娘面前，你这辈子都休想再当逃兵。你的手势像在赶苍蝇，古典乐里这么高尚的东西，你是一窍不通。大少爷，别看不起人，高尚顶个球用！你那手语比划的跟个老头打太极似的，好意思说我？看好了，这个动作叫舞台，不是叫搬砖。傲慢，天天就知道嫌弃。不过这小聋子的手长得倒确实挺像艺术品的。你懂个六！这叫街头潮流，这叫灵魂的律动。老娘在电王城当键盘女王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喝洋墨水呢。他根本不需要听到声音，只要看一眼屏幕上来补的界面，他的身体日扫百搭。这种对节奏的野生本能，简直敏锐到让人感到恐怖。怎么样，大少爷，
老娘的野生节奏不比你那掉书袋的乐谱差吧？明明是个不学无术的市井小民，为什么每次看着他，我的世界就像是重新有了声音一样？可恶，没有了听觉，每一个键按下去都是无尽的虚无，我连自己弹的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更别说感知那些音高的微弱变化。后天的比赛，我凭什么赢高准？大少爷，别泄气啊！耳朵聋了，老娘就当你的第二双耳朵。看见这些花，看到这些花里胡哨的贴纸没？红色的火星纹代表激昂的重音，蓝色的代表温柔的低音。你用眼睛去看，用骨头去记。神级第六感，全功率开启。大少爷，老娘今天就用电玩厅的键盘女王模式，给你来一场触觉通灵的魔鬼特训。这太不可思议了，他的手掌像是有魔力一样，每一次拍打，每一个力道，都能通过我的脊椎骨骼，直接在我的脑海里勾勒出完美的乐曲骨架。我虽然听不到声音，但我却能清晰地触摸到每一个音符的强弱。叶小雨，你到底是个怎样的疯子？你竟然真的把我这个废人在无声的地狱里重新复活了。小聋子看呆了吧？3天后咱们就去把那个高孔雀的毛全部拔光。把沈墨白的乐谱给我偷出来毁掉，顺便把他那台琴的制音踏板螺丝拧松。我看他一个聋子没了乐谱和踏板，还怎么在台上装模作样？明白，高先生，保证办得神不知鬼不觉。哪来的下三滥？商业竞争玩不过，跑这儿来给老娘的大少爷玩阴招，今天头给你拧掉！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手套里藏着什么宝贝呢？拿出来给老娘开开眼！哎呦，你干什么？打人了！保安！人赃并获还敢叫唤？乖乖在里面吃你的马桶水吧。等大少爷拿了冠军，老娘再来送你橘子一日游。沈墨白，别装了，你的乐谱和钢琴现在应该都已经变成废铁了吧？一个废人连乐谱都保不住，拿什么跟我斗？大少爷，路障已经拍空，给老娘上去狠狠扇这只死孔雀的脸！敢在老娘的眼皮子底下玩阴谋诡计，高孔雀，等会儿你跪在地上哭的时候，可千万别太小声，因为有老娘罩着。现在冠军才是他唯一能听到的声音。不行，四周太安静了，我看不到贴纸，也感受不到节拍。我就是一个听不到声音的废人，根本不配上台。大少爷，把你的脊梁骨给老娘挺直了。今天这场子，老娘陪你一起砸。是他，那抹刺眼的粉色，竟然硬生生劈开了我世界里的黑暗。有他在，地狱也是我的舞台。这就是古典与街头的通灵，续他的无声，我们就是台上的神。高孔雀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有老娘在，他就是古典界永远的无眠之王。这是古典乐界的奇迹，古典的精妙与野生的力量完美和所有评委全票通过。本届大赛的冠军是沈墨白。刚刚高准还到处说沈白是聋子废人，结果人家不带耳朵都能拿全票冠军。就是，依我看，高准连那个粉头发的女伴都比不过。以前的金奖怕不是买来的吧？真是古典的笑柄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一个聋子，一个连琴声都听不到的废物，凭什么能弹得比我好？我赢了，在没有声音的无声地狱里，我真的重新活过来了。那些曾经想看我跌入深渊、看我自暴自弃的人，现在全都在为我臣服。我不是废人，我的音乐还没有死。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这就叫降维打击。高孔雀，就你那两下子，还想让大少爷滚出古典界？哼，回去多练几年挑水吧。以后谁再敢背地里叫他聋子，老娘直接用洗脚水伺候他全家。明明是个满嘴市井脏话，
粗鲁无礼又毫无品味的非主流少女，可偏偏就是这个让我头疼的疯子，硬生生把天捅出了一个窟窿，把我从不见天日的深渊里硬拽了出来。沈墨白，你彻底完了！这个狂妄野蛮的街头女王，已经连人带琴，带着她那土嗨的节奏，把你的心全部占满了。你这辈子都不想再逃了。这小聋子的眼神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拉丝？古典暴君变成温顺小奶狗了？嘿嘿，拿下！看老娘以后怎么把这个古典天才死死拿捏！哈哈哈哈哈！全票冠军，墨白，你这次真是给沈家争大光了。小鱼啊，这次多亏了你照顾。是啊，老爷说的对。不过墨白毕竟耳朵不方便，拿了冠军也得好好休养，可别被某些身份不明的外人带坏了规矩。王阿姨，大少爷拿冠军靠的是实力，可不是靠规矩。有空在这操心外人，不如多给想想自己怎么能让沈墨白认你吧。神级第六感早就看穿你了，老狐狸，看大少爷逆袭坐不住了吧？以后有老娘在，你休想再动他一根汗毛。我的世界以前很安静，也很无聊，但现在你是我世界里唯一的最亮眼的火星文。叶小鱼，我喜欢你。靠，这小聋子什么时候学会这套的？情话说的比老娘的街头电音还上头。这该死的心跳速度，不过这小聋子的嘴尝起来还挺甜。不能再等了，沈墨白现在拿了冠军，老爷的心思全在他身上。只要那小畜生彻底重振旗鼓，掌控了沈氏集团，这沈家哪还有这个女主人的立足之地？夫人，东西都办好了，这里面是找人合成的伪造录音，绝对听不出破绽。叶小鱼那个死丫头不是仗着自己是街机厅出来的吗？那就用她的出身弄死她。去，把这段密谋骗取沈家财产，用10万月薪供养底层家庭的录音，找专门的手语老师翻译出来，拍成视频。哼，我要让那个聋子亲眼看看，他掏心掏肺的女人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墨白，你别被叶小鱼那个狐狸精骗了！你看看这个，这是他和街机厅那个黄毛的密谋视频。他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骗取我们沈家财产来的。等我拿到沈家那10万月薪，就把沈墨白那个小聋子甩了，留着钱回街机厅供养我。看到了吧？他每个月拿10万，就是为了养外面的底层混混。你把他当宝贝，他把你当提款机。王曼丽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叶小鱼那个蠢女人真要是为了钱，在天台告白的时候早就管我要银行卡了，还会连亲个嘴都脸红。这种低劣的合成手语也敢拿来挑拨离间。你这个后妈还有胆子在我这里玩借刀杀人，我和小鱼还是太仁慈了。滚出去！到底是年轻气盛，叶小鱼，我看你这次还怎么在沈家待下去。大少爷，演技见长啊！噗，刚刚那一声吼，老娘在隔壁差点以为你真要大义灭亲呢。王曼丽真是蠢得无可救药。叶小鱼连国际大赛那种大场面都能顶着烟花烫陪我砸场子，怎么可能为了区10万月薪出卖我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信他。既然老狐狸想看我们决裂，那我们就演一出戏给他看。这2天我们在家假装冷战，我负责在前面吸引火力和他吵架，你借机去查他这些年的底细。没问题。我已经让助理暗中切断了他名下几家空壳公司的资金链，只要他以为我们决裂，放松警惕，他多年来转移沈家资产的铁证，3天内就能全部得手。不愧是古典暴君，切开来里面全是黑的。王曼丽这次算是踢到钛合金石板了。敢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伤害我唯一的火星文，王曼丽，这次我会让你把吞下去的每一分钱连本带利全都吐出来。神级第6感全开，反向设局大获成功。老狐狸，准备好迎接老娘和大少爷给你的正义铁拳了吗？ 1周后，我们沈家举行家族晚宴，
到时候我要当着所有股东的面，正式宣布墨白继承家族产业。吃，就知道吃！大少爷，你现在拿了冠军，长本事了是吧？连正眼都不瞧老娘一下了。当初要不是老娘陪你上台，你现在还在家抠脚呢。哎，你们发生什么事了？前几天不是挺好的吗？小鱼啊，墨白脾气臭，你别跟他计较。我的离间计成功了，那个龙子和叶小鱼现在彻底反目成仇，闹得不可开交。老爷子居然想在1周后的家族宴会上宣布继承人，传令下去，让外部的合作势力做好准备。我要在宴会当天，当着所有股东的面，把伪造的财产欺诈证据直接甩出来，把沈墨白和叶小鱼彻底拉下马。搞定，老狐狸刚才在角落里打电话，鱼儿已经彻底咬够了。王曼丽，你以为你看到的是暴风雨前的决裂，实际上那只是埋葬你野心的平静。神级第6感精准预判，老狐狸，尽情去咬你的外部势力吧。1周后的家族宴会，老娘和大少爷给你准备了一场绝对终生难忘的惊喜大礼包。感谢各位赏光。今天除了庆祝我儿墨白斩获国际金奖，更要宣布一件大事。我决定，老爷且慢，在您宣布之前，有些关于沈家生死存亡的真相，大家必须看清楚。曼丽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今天是什么场合？胡闹什么？10万月薪算什么？只要把那个聋子哄好了，整座沈家都是我的。到时候拿着钱，正好回去养活我们阶级厅的那帮人。居然是个吃里扒外的诈骗犯，亏老爷还那么信任他。这种底层的社会闲散人员，简直是沈家的耻辱，必须严惩。大家听到了吧？叶小雨就是个潜伏进豪门、妄图侵吞财产的心机诈骗犯。老爷，为了沈家的名誉，我建议立刻把这个贱人开除，扭送法办。神级第6感开启，老狐狸憋了这么久，就憋出这么个大招。行，既然你的外部力量和底牌都亮完了，老娘和大少爷这就送你归西。王曼琳，你千算万算，没算到你那点伪造的把戏，早就成了你自己的断头铗。好戏正式开场。叶小鱼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立刻给我滚出沈家！沈墨白，你这个聋子竟敢打我！老爷，你看看他！王曼丽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才是真正的证据。你长期伙同外部情夫，利用空壳公司转移沈家资产整整1000万。王曼丽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毒妇，你竟然敢转走我1000万！不，这不是真的，老爷，你听我解释。老狐狸，真以为大少爷这2天在跟你闹冷战呢？实话告诉你，这叫引蛇出洞，跟老娘玩阴谋诡计，你还嫩了点。尘埃落定，王曼丽，这就是你伤害我唯一软弱的下场。从今天起，沈家由我说了算，而我由叶小鱼说了算。神级第6感大获全胜，不仅打烂了老狐狸的脸，还顺便帮大少爷继承了家产。嘿嘿，以后看谁还敢在老娘面前装逼。老爷，我是被逼的，全都是那个男人勾引我，我是爱你的啊，老爷。滚开！你这个恶毒的骗子！法务保安，立刻把他带走扣留，我要让他净身出户，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老爷，墨白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，放开我！我的心要像……各位股东，听好了，我沈家唯一的儿媳妇只有叶小鱼，谁敢不服，就是跟我沈家过不去。大少爷，老爷子这也太给力了。不过老娘这算不算一步登天，直接变正牌少奶奶了？不，是我一步登天，终于能名正言顺地取我的火星文回家了。小妈被彻底扫地出门，沈家再也没有人能阻挡我们。
神级第六感告诉我，老娘的豪门幸福生活正在疯狂加载中，简直爽爆了！哈哈，下个月初8就是黄道吉日，莫白，到时候必须用最高规格的世纪婚礼，把小鱼风风光光娶进门。老爷子，世纪婚礼就算了，到时候给老娘在街机厅摆个180桌，那才叫排场。尘埃落定，我终于要娶到我的火星文了。看着他的笑脸，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你说什么？我姐突发重度过敏性休克，明明昨天的检查报告还好好的，没有药了是什么意思？那可是2万块一支的特效药，我们有钱。什么叫全程神秘断货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告诉我！我姐危在旦夕，全城所有医院和药仓里的那种特效药，在一夜之间被人恶意神秘清空，全部断货了。对方连1支都没给叶青文留，这就是冲着要我姐的命来的。一夜之间全城断货，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绝对不是巧合，而是有人在背后蓄意谋杀。高准，或者是王曼玲的余孽，动老娘可以，动我姐姐，老娘这次绝对要让你血债血偿。少爷，查到了，全省30家医院和医药公司的特效药，昨天下午被几家不明企业高价恶意买断，连夜运走了。该死，这摆明了是要把我姐姐往死里逼，到底是谁干的？叶小雨，沈墨白，冠军拿得很爽吧？把我变成古典界笑柄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今天？高准，是你这个手下败将，你把我姐姐的救命药藏哪了？全省最后一箱特效药就在我手里。王夫人虽然倒了，但她留下的路子足够玩死你们。听好了，叶小雨，半小时内一个人来北郊废弃钢厂仓库，要是敢带沈墨白，你就等着给叶青鱼收尸吧。冷静点儿，高准已经疯了，他联合了王曼兰的残余势力，你一个人去送死吗？我姐没时间了，那是一条人命，沈墨白老娘赌不起。我陪你一块儿去，他想要我的命，那就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呢。高准，王曼丽，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，竟然敢把手伸到叶青武身上，动我的人，这次我要让你们彻底人间蒸发。既然他们找死，那今天我就先翻那个破仓库，把药抢回来。大少爷，对不起了，高准那个疯子在暗处盯着，老娘不能拿我姐的命去赌你的安全，这顿皮肉苦，老娘替你扛了。叶小雨，你还真敢一个人来？沈墨白那个聋子呢？他怎么没来当你的护花使者？对付你们这群上不得台面的臭鱼烂虾，老娘一个人足够了。给我打断他的腿，我看他还怎么嚣张！动作太慢，破绽百出，神级莽大获全胜。就你们这点三脚猫的偷袭功夫，老娘在街机厅打格斗游戏时，闭着眼睛都能一臂通关。高准，下一个轮到你了。叶小雨，你去死吧！糟糕，神级第六感明明预判到了，身体却跟不上，难道今天老娘要交代在这里了吗？沈墨白，你高准，你这个无法无天的混账，连我沈家的儿媳妇你也敢动！法务，把证据和这群人全部扣下，送去该去的地方。叶小鱼，你疯了吗？谁让你一个人来的？如果你出了事，我拿到冠军，拿到沈家又有什么意义？大少爷，药老娘守住了，我姐有救了。这个笨蛋，为了姐姐连命都不要。叶小鱼，你记住了，这辈子你的命是我的，我不准你再受一丝一毫的伤。这一拳是替小鱼还给你的。高准，从你动歪心思的那一刻起，你在业内的职业生涯和人生就已经彻底完蛋了。
墨白，小鱼，别慌。高准手里那箱药由于存放环境不好，可能已经失效了。但我刚刚已经动用了沈家在商界的全部顶级海外关系，放心，国外最新的一批无菌特效药已经通过私人专机紧急起飞，直接空运调往我们市。1个小时内，直升机会直接把药送到医院天台。没事了，有我在，姐姐一定会没事的。神级第六感告诉我，危机彻底解除了。大少爷这次为了我，真的是把整个豪门底牌都掀开了。从今往后，不管什么暴风骤雨，我都不会再让你一个人去扛。我的世界曾经很安静，但现在有你，有我们的家人，才是完整的世界。特效药注入非常及时，病人的各项生命体征已经平稳下来，终于脱离生命危险了。神级第六感终于可以关机了。姐，你没事太好了，吴大少爷吓死老娘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鱼，我好怕，我真的好怕。当年母亲车祸被送进急救室的时候，也是这样刺眼的红灯。那时候我太小了，只能坐在长椅上绝望地看着那扇门，看着母亲蒙着白布被推出来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觉得是自己的弱小和无能害死了母亲，那种无能为力的窒息感，像噩梦一样缠了我整整10几年。没事了，大少爷，都过去了。这一次我们赢了，我们把姐姐抢回来了。你不是那个无能为力的小孩了，你是老娘的超级英雄。谢谢你，小鱼，是你把我的姐姐，把我的家人，把我的整个人生，都从那个冰冷的噩梦里彻底救了出来。傲慢暴君卸下了所有的防备，这一刻，他不仅是救了我姐，更是在我怀里彻底治愈了那个困在童年阴影里受尽委屈的小墨白。怎么回事？这种感觉……大少爷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舒服啊？你别吓我。我听到了，不是在做梦，这是叶小鱼的声音，这是我第一次真切听到她的声音。叶小鱼，再叫我一声，我想听你再叫我一声。我靠！神级第六感直接 CPU 烧了，大少爷他的耳朵好起来了。我的世界重新有了声音，而这跨越黑暗的第一个奇迹是你带给我的，我唯一的、最炙热的叶小鱼。这个笨蛋还不知道我已经全听到了。既然他平时总用口型演戏，那我也玩一次反套路，看看他到底藏了多少真心话。你个死聋子，也就是老娘心善，不然谁乐意天天伺候你这个脾气又臭又傲慢的大少爷？真是欠了你的。虽然平时总跟你拌嘴，但说真的，要是那天在仓库你没带人来救我，老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其实你这人除了偶尔装逼，哪儿都好。死聋子，老娘其实最喜欢你了，听见没？反正你也听不见，老娘这波真心话大放送，简直就是给你这种聋子量身定做的情话教学，亏大发了。真是的，病成这样还不忘耍帅。等你好起来，老娘一定要让你天天陪我玩节奏师傅，打不赢不准睡。既然你这么口是心非，那这场反套路的游戏，我可要陪你玩到底了。真是的，走个路都这么慢，真是个傲慢娇气的小聋子，还得老娘在后面盯着，累死个人！你在你这马不抓的。你说谁傲慢娇气？我听力可是刚恢复，现在耳朵好得很。沈墨白，你个卑鄙小人，你早就听见了是不是？你居然装聋作哑耍我玩！小鱼，别冲动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听听你的真心话啊！你别拿勺子砸我！你给我站住！
今天不把你这层伪装扒了，老娘就不是叶小鱼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装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小鱼，你别跑了，跑累了我心疼。这货哪怕是装的，也是为了听我那句喜欢。这傲慢的大少爷一旦傲娇起来，真是要把老娘给吃定。戳破了最后这层窗户纸，我的世界不仅有了声音，还有了他最真实的情绪。小鱼，这辈子哪怕被你追着打一辈子，我也认了。报答？这必须得大大的报答！小鱼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沈家名副其实的少奶奶！我特意在庄园东侧辟出了一整栋独立别墅，装修风格全按你喜欢的暖系来。明天就把叶家亲戚全接进来住。老爷子，这太夸张了吧！我又不是嫁不出去，哪有全家搬进豪门的说法？这沈家庄园的物业费不得上天啊！小鱼，这是老爷子的一片心意，而且庄园很大。需要人气的不仅仅是房子，还有我。你搬进来，正好帮我管管那些不听话的佣人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在市中心买下了一座3层楼的旗舰店，专门给你开游戏工作室。以后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，想开发什么剧本就开发什么，沈家全是你的后盾。行吧，既然老爷子这么大方，那老娘以后要是把沈家吃穷了，你可别哭啊。你可以试试，就算把沈家搬空了，我也能再挣回来。只要你待在我的视线范围内，哪怕把天捅破，我也陪你。神级第6感告诉我，这波报复来得太突然，原本以为只是个恋爱小副本，结果转眼就成了豪门继承人。嘿嘿，这种被顶级豪门强行包养的快乐，简直太上头了。虽然他还是那么古灵精怪，但看着他那副虽然震惊却很受用的样子，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未来。小鱼，欢迎来到我的世界，我的少奶奶。亲家母，以后这就是你们的家，别拘着。我看你平时把叶小鱼照顾得这么好，这沈家这么大的庄园，交到别人手里我真不放心。老爷，这哪成啊？我就是个做家政的，怕管不好这么大的宅子。哈哈哈哈！你勤快细心，更重要的是你疼孩子，这才是沈家最缺的真心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这里的家政管家总头头，所有人，包括老管家，都归你调配。妈，这下好了，以后这沈家大宅的菜单您说了算，以后给大少爷做饭记得多放点辣椒。妈，辛苦了，家里以后还要多靠您打理。哎呦，好孩子，妈不辛苦，只要你们好好的，我就开心。神级第6感告诉我，这是老娘凭本事赚来的阶级跃升。妈半辈子劳碌，总算在沈家找到了尊严。这豪门日子虽然规矩多，但只要有家人在，哪里都是暖暖的。看着他母女俩幸福的样子，我才意识到，我买下的不仅仅是一座庄园，而是一个真正的家。叶小鱼，你带给我的一切，比任何财富都珍贵。老爷啊，你这底子深，只是这些年没遇到好平台。哈哈哈，沈氏旗下的精密制造工厂正缺你这种懂工艺、能带队的老技术骨干。沈老爷，我这双手多少年没接触过这么精密的东西了，怕是手生了。叶主任，以后整个生产线的技术把管和人才培训就全拜托您了。把压力阀调高3度，这一批次的模具一定要精细化作业，绝不能出任何差错。这下岗的日子终于熬到头了，咱家小鱼找了个好归宿，沈家更是给了我这个老头子第2次重生的机会。爸妈，只要你们过得顺心，以后咱家就不用再看任何人脸色了。爸，以后的核心技术领域，沈氏还需要您这样的脊梁。神级第60告诉我，姐终于带着全家老小彻底改命了。看着爸爸在车间里那股意气风发的样子，这才是属于我们底层家庭的真正豪门逆袭。看着他父亲找回了工作的热忱，我明白，这是比任何商业联谊都要厚重的承诺。小鱼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，我会用尽一切去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圆满。
大少爷，看到没？全镇的街机厅现在全是老娘的了。那个新玛特现在正式更名为火星非主流电玩城。好，以后你就是这方圆百里斗玩界的女王。那我是不是该申请成为你的首位 VIP 会员？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只要是能一币通关的老玩家，全场通宵免费玩，老娘就是这里的规矩。怎么样，大少爷？以前为了几分钱的电费跟老板磨嘴皮子，现在姐们直接买下整条街，这感觉比什么豪门千金还要爽。这才是你，不是依附于沈家的花瓶，而是有自己王国的国王。小玉，在这个领域，你永远是我的冠军。神级第6感爆表，我的电玩帝国终于成了。这不仅仅是几台街机，这是老娘曾经的青春和热血。葬爱女王重出江湖，这波我带头搞事。看着她重新找出那股不可一世的自信，我觉得这比沈家任何一笔千亿订单都令我心动。我的女王，请继续在这个属于你的世界里闪闪发光吧。这种古典与野性的碰撞，叶小鱼，只有你能懂。天天教世界分扬。这简直是钢琴界的大少爷下凡来玩电音了，太上口了！这种古典钢琴伴奏下唱着火星文的感觉，简直是精神食粮。大少爷，你的听众都要被我的土味带跑偏了，后悔吗？只要节奏是你给的，哪怕是噪音，也是我听过最美的交响曲。神级第6感告诉我，这一波古典与野性的降维打击，直接赢麻了。谁说豪门大少就一定要高冷？只要老娘带得动，大少爷也能变成葬爱音乐人。从那一年的无声世界，到如今与你共谱乐章，小鱼，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那个变奏，也是我余生最完美的伴侣。妈，别跪了，别跪了！老娘早就预判了你的预判，这婚我叶小鱼结定了。这一波操作简直完美，这辈子不管什么风浪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就是永远的 happy ending。不用预判，不用测算，因为我知道我的未来里永远都会有你，叶小鱼，我的爱人。前路漫漫，请多关照。